你知道湄公河行动究竟有多细吗？细节一，电影最后为什么只给牺牲的警犬立碑，却不给其他牺牲的缉毒警察立碑呢？其实这并不是编剧的纰漏，而是为了保护缉毒警察们的家人。因为现实中那些穷凶极恶的毒贩们会为了报复警察而在墓碑前蹲点，随后顺藤摸瓜加害烈士们的亲朋好友。因此出于安全考虑，缉毒警察牺牲后都不会立碑，更无法祭拜，可以说是真正的无名英雄。细节二，郭旭被毒贩王亚兵射击倒地之后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张涵予却进行了一个换枪的动作，难道这是为了耍帅吗？其实不然，因为张涵予手中的枪是从毒贩手中抢来的，都是实弹，如果开枪，小孩必死无疑。而偏偏手中的枪则是橡胶弹，开枪不至于伤及性命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我们中国军人对待儿童的人道主义，即使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毒贩。细节三，在影片中被方兴武拷打的毒贩，其实是彭于晏现实中的泰语老师。此时彭于晏心中应该挺爽，毕竟大部分人在童年时都想要板砖给老师们来一下。细节四，在毒贩被方兴武追捕时，挟持了一名无辜妇女作为人质。在传统电影里面，歹徒挟持人质都是先跟警方谈条件，以便争取时间逃跑，而剧中的毒贩拿起刀，二话不说就将一旁的妇女割喉了，动作十分犀利，丝毫不给方兴士反应的时间，这才是毒贩们最真实的状态，通过杀人的方式强行震慑他人。细节五，当那些毒贩枪杀中国船员时，可以看到他们强迫受害者们下跪，而施暴者却是站着开枪。看起来这一段没什么，实际上这种杀人手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子弹从45度射出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跳弹的情况导致误伤队友。由此可见，诺卡团队类似的枪击案没少干。细节六，剧中包括诺卡在内的一众毒贩都是一口烂牙，牙齿发黑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些毒贩大多不是纯粹的贩毒，而是长期以贩养吸的结果，因为牙齿长期遭受到毒品的刺激，进而遭到破坏。细节七，很多网友们看完电影很疑惑，高刚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更加精良的警用装备，而是乘坐民用直升机，不配备重型机枪呢？这是因为湄公河行动是一次境外秘密行动，国产的枪支、直升机等等都不能出现在国外，否则会挑起国际纷争。为了避免留下痕迹，我们只能从黑市购买，而且毒贩和当地军队有染，正常抓捕肯定行不通，所以抓捕小队单独行动时，高刚才嘱咐，万一出了事儿，记住，身份绝对不能透露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缉毒警跨国抓捕时困难重重。细节八，电影完美的还原了毒贩们日常外出的交通工具，不是几百万的豪车，而是产自上世纪的丰田卡罗拉。这时很多观众就会有疑问，毒贩那么有钱，为什么不买些速度快、质量好的跑车呢？那是因为这群毒贩懂得不招摇过市，闷声发大财，这才是真正毒贩必备的素质。然而你们以为毒贩没有钱吗？其实不然，在武器方面，毒贩们花钱可一点都不心疼。还记得影片后期出现的跳雷吗？这是南斯拉夫生产的反步兵跳雷，价格昂贵，杀伤力大。而诺卡自己使用的是黄金手枪 AK-47，而给手下装备的也是 AK 和火箭筒，可见他们贩毒的利润有多高。细节9，在湄公河上被毒贩枪杀的13名船员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例。2011年10月5日上午，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遇袭击，13名无辜船员不仅被无辜杀害，还被泰国警方污蔑为毒贩。11年过去了，还原始于湄公河上的13名中国船员，你们的名字没有被忘记，凶手已经伏法，亡魂终可安息。然而禁毒行动从未停止，每天都有无数个高刚和方兴武用生命为刃，以鲜血燃祭，拼尽全力扫除毒品危害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。